哈哈哈哈哈！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是我妹妹，你们竟然背着我苟合！姐姐，凭什么你的夫君就能当皇上，而我的夫君就是个没用的纨绔，居然还对我边关放弃夺嫡？妹妹好不甘心啊！我与陛下一拍即合，望姐姐成全我吧。皇上，我们结发为夫妻10年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以为朕是真的喜欢你吗？朕当初求娶你，不过是为了让丞相辅佐朕，扳倒其他皇子而已。我没想到你在丞相府根本就不受宠，就是个没用的废物而已。可依旧是我辅佐您上皇位的呀！登上皇位是朕凭自己的本事，在你眼中，朕只是你权欲的傀儡。这些年，朕早就受够了你的命令与约束。外面都说朕是个惧内的窝囊废，这些年朕活得一点男人的尊严都没有。陛下，我约束你，我为你出谋划策，都是为了你能顺利登上皇位。够了！朕已经坐上了皇位，你就安心的上路吧。若有来世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不要！我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重生到了出嫁当天？放肆！说话！你妹妹识大体，念你生母早亡，愿与你换妻，让你嫁给肃王，你有何不可？嫁给肃王？肃王是嫡长子，上一世穆隐月可是抢着要嫁给肃王，这一世他怎么会提出与我换妻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穆昭华，前世你嫁给恒王，跟着恒王享受荣华富贵，而我呢，嫁给一个没用的废物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这一世也该轮到你体验一下我上辈子的耻辱。姐姐，虽然肃王纨绔风流了些，但到底是陛下的嫡长子，好东西妹妹自然要留给姐姐了。穆隐月，你当真以为恒王府是什么极乐富贵窝吗？前世若没有我的扶持，他秦豫州怎么可能荣登九鼎？你就去好好体验一下他妻妾成群的日子吧。既然是妹妹的好意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要我嫁给肃王可以，但我要求带走我母亲所有的嫁妆以及见供词，封我母亲为已故丞相夫人。什么？你放肆！你母亲去世之时，你父亲官职上低，是娶了我之后，他才坐上了丞相之位。他以商贾之女，也配称为丞相夫人？丞相夫人只有我一人。我母亲虽然是商贾之女，
但他加入穆家时带来了10串嫁妆，填补了穆家的烂账，也是他替父亲打通了关系，父亲才有机会坐上这丞相之位。穆家的人踩着他的脊梁上位，世世代代都该祭拜他，争他一生老祖宗。放肆！肃王性格虽然纨绔，但他仍是皇上的嫡长子。若他王妃的生母连个名分都没有，父亲觉得皇上会善罢甘休吗？奇怪了，这丫头向来不计较内战名分之争，今日是怎么回事？老爷、夫人，接亲的队伍到了。接亲的队伍到了，若是父亲不同意的话，那女儿只能嫁给恒王殿下了。我不同意！哎呀，母亲、父亲，一个死人的名分，他要给他便是。他那架势是要吗？那明摆着是打我的脸。请父亲举族谱来，为父亲更名。你得寸进尺！罢了，来人，去笔墨与族谱来。还有我母亲的嫁妆，请还给我。你母亲嫁妆太多了，一下子收拾不出来，等到回门宴时再给你。快上花轿吧。到时还望父亲信守承诺。穆昭华，你居然还想要回嫁妆，真是蠢死！上一世，秦景渊新婚夜睡在青楼，逼我跟击败他。婚后第3个月，我才见到他本尊，更别说陪你回门讨要嫁妆了。哼！姐姐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承认也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肃王纨绔根本就不会来接亲，今晚还会在勾栏院过夜。明日一早，你就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姐姐，这福气你就好好享受吧。小翠，嫁给纨绔又如何？养成皇帝就好了。况且，肃王并非真的纨绔，他12岁的文章便碾压了那一年的状元郎。他15岁时，在边关单枪匹马斩杀敌军首领，逼得敌国俯首称臣。可惜，自从6年前皇后崩逝，肃王便一蹶不振，更是精神恍惚，从马上摔下来，摔断了腿，从此彻底放纵，流连花楼。前世我都能把草包一样的秦玉州辅佐成皇帝，辅佐天赋异禀的肃王更没有问题了。只是
苏王的心里似乎出了问题，不愿中出，倒是得好好想想办法。出大事了，王爷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喝酒啊？怎么，你爹真要给你娶后娘了？你，丞相府把你和恒王的王妃做了调换，你怎么还沉得住气啊？这穆家分明是欺负你不得胜宠，走，我给你讨回公道。这门婚事本来就是父皇强加给本王的，本王虽然答应这门婚事，但对于本王来说，娶谁都一样。恒王娶亲真是热闹非凡啊，不像苏王府那边连个宾客都没有。是啊，要说当年最风光的就是苏王，可惜后来摔断了双腿，还整日出没于烟花巷里。谁会把宝压在这样的人身上？还是恒王好，温润如玉，心怀天下。秦景渊是嫡长子又如何？现在还不是连个废人都不如。可惜了，我若是能娶上丞相府受宠的二小姐就好了。王爷，影月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王爷看见我不高兴吗？高兴，自然是高兴。如今丞相府最宠爱的女儿嫁给了本王，本王便有了丞相府的支持。秦景渊，看你还拿什么跟本王争太子之位？来，小心脚下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就好好感受一下与鸡拜读、新婚夜读手空房的滋味。王爷呢？王妃，王爷有要事，现不在府里，老奴送您进去吧。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他在哪儿。前世苏王并没有和穆隐月拜堂，反而流连于烟花之地，让穆隐月颜面尽失。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芬儿，王妃，您要干什么？本王妃亲自去接王爷回来，拜堂成亲。我要向秦玉州和穆隐月复仇，就必须纠正肃王的行径，辅佐他登基。那便从今日开始吧。快，将王妃追回来！王爷，您当真不回去啊？朝安的穆大小姐性格软弱，胆小怕事，您这么冷落她，只怕是要被气哭了。哭？哭了好啊，最好是闹到父皇那去，把婚约取消。本王刚好图个清静。王爷，王妃她怎么，真的哭了？让她哭，哭够了就好。本王可不会哄女人，她要实在受不了，就让她请旨和离去。不是。王爷，
该回去拜堂了。王爷，该回去拜堂了。这就是你说的穆家大小姐性格软弱、胆小怕事。可能传言有误啊。王爷是自己回去，还是我叫人把你抬回去啊？这门亲事是陛下决定的，并非本王之意。你想拜堂，就去那朝堂之上找老皇帝拜吧。我识人无数，像穆大小姐这么彪悍的，倒是第一次见。不管是不是王爷本意，王爷既然应允了这门婚事，就该履行婚约。若您不回去的话，你就如何？莫非你还想自杀来威胁本王？那你赶紧请便吧，本王刚好图个清静。王爷若是不回去拜堂的话，明日我便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既如此，我不如杀了王爷，再自杀，也算落个亡命鸳鸯的美名。好彪悍啊！王爷只怕遇到克星了。好一个丞相家足不出户的大小姐，竟会如此彪悍。这穆家送这样一个人过来，只怕目的不纯。本王倒是要看看，本王都烂到泥里，还有什么能让他们算计的？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！你想死自己去死，你何苦要拉上本王呢？夫妻一体，自然是要生死与共的。生死与共吗？王爷，王妃都来接您了，要不还是回去吧，闹出人命。回，现在就回。你满意了吧？赶紧把劲收起来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恒王与恒王妃郎才女貌，羡煞旁人呐。穆二小姐真是天大的福气，嫁给了恒王这种温润有礼的人，不像穆大小姐嫁给了一个坐轮椅的废物。夫妻对拜。穆昭华，全世界都羡慕我命好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礼成，送入洞房。重生一世，我终于不用嫁给秦景渊那个废物了。穆昭华，你上辈子占尽风光，这辈子该由我来享受。穆昭华，被压着和公鸡拜堂的滋味好受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听到你绝望的哭声了。王妃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样，穆昭华是不是和公鸡拜堂？是不是气疯了？不是，素王回去拜堂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对啊！上一世秦景渊根本就没有回去，这一世怎么可能和穆昭华拜堂了？王妃，是素王妃拿着剑逼迫王爷回去拜堂的。逼迫？穆昭华他疯了不成？不过无论他再怎么挣扎，也都是徒劳。恒王温润贤德，才华横溢，是秦景渊怎么都比不上的。老奴给王妃请安。王爷回来了吗？王爷让老奴传话，他今夜不回来。什么？今日可是大婚之日，王爷不入洞房，让人如何看我呀？回王妃的话，西院的柳姨娘今日诊出有孕，王爷心中欢喜，今夜便留在了西院。
王爷已下令，即刻将柳姨娘抬为良妾，明日再来给您奉茶。什么？柳姨娘？前一周居然有通房，还在新婚夜抬妾，我为什么不知道？穆昭华，你故意不告诉我，你整我呀！老奴告退。秦景渊虽然是个废物，但至少府中一个女人都没有。秦玉州怎能如此对我？哼！渣男！王妃息怒啊！我现在就去找恒王，问个清楚。王妃息怒啊！您才是当家主母，妾室也好，庶子也罢，还不是看您的眼色行事。你要他们生，他们便生；你要他们死，他们便死。但若是您今日闹起来，丢了王爷的颜面，惹王爷生气，不陪你回门就糟了。是了，我将来是要母仪天下的，何必跟一个妾室计较？王妃，奴婢服侍您休息吧，明日还要回门呢。对，回门。穆昭华，即便你将秦景渊抓回去拜堂又如何？秦景渊顽劣成性，绝对不会陪你回门。今日的耻辱，明日回门宴，我要你连本带息的还回。老爷，老爷，你看月儿和恒王回来了，这排场真是够阔气的。是啊，还得是月儿找了个好夫婿，咱们脸上也有光。不像有些人，一个人还好意思回来。就是说。见过岳父、岳母。恒王有礼了。父亲、母亲。穆昭华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宋王没有陪你一起回门，活该。以后你就继续守活寡吧。回门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姐姐就自己一个人回来，难道是宋王不愿陪姐姐回来？哎呀，那姐姐也太可怜了。隐约，休得无礼，怎么能如此跟皇嫂说话？皇嫂，隐约年纪尚小，说话口无遮拦了些。皇兄身有残疾，不愿出来见人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只是这回门宴也不出现，实在是不合规矩了些。是啊，昭华，素王怎么连回门都没愿意陪你？莫不是你不懂规矩，惹怒了素王？岳母，此事怕是怪不得皇嫂。大皇兄向来闲散惯了，向来就是这般不懂规矩，不注重规矩。恒王3番5次强调规矩，可我乃素王妃，是你名正言顺的长嫂。见了长嫂，你们为何不行礼？还是说六弟平日里的温润守礼，都是装给外人看的？是啊，王弟给长嫂行礼是应该的。恒王一向知书达理，这次怎么会如此失了礼节呢？皇嫂教训的是，臣弟见过皇嫂。臣弟见过皇嫂。见过皇嫂。免礼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啊。穆昭华，你如此羞辱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慢着，这回门不见夫婿，这可是大不吉。来人，准备艾草水，给大小姐去晦气。晦气？是啊，昭华，
浇了这水，去晦气，日后才可福源广进，得夫君宠爱，儿孙满堂。岳母也是一片好心，皇嫂莫要辜负。哦，原来是丞相夫人的一片好意。做长嫂的有好东西，自然是要先请着弟弟妹妹的。好了，晦气已除，大家同喜。穆昭华，你这个疯妇！反了，老爷你看！穆昭华，你放肆！不是你们说艾草水可以除晦气吗？怎么？难不成并非如此？是你们故意而为之？欺负我没有生母吗？这小贱人何时变得如此牙尖嘴利了？丞相夫人，下次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还是别用了，有失身份啊！哎，站住！都给我起开！母亲的嫁妆，我今日一定要拿到手。你一人回门，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你没有资格从正门进，老爷，你说是吗？没错，理应如此。姐姐，虽说这侧门乃是妾室和下人进出，但你本来生母就是商贾出身，也不算辱没了你。今日穆昭华从侧门进，乃是奇耻大辱。夫妇一体，明日秦景渊便会成为整个京城的笑话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门儿不会让我轻易进去的。芬儿姐姐，你不是陪着王妃回门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你是不知道，王妃今日回门被丞相拦住了，非逼着王妃从侧门进，这岂不是羞辱王妃啊？什么？丞相府也太过分了吧！穆昭华拿剑架在本王脖子上的时候，倒是胆量颇天，回了家怎么跟个鹌鹑似的，真是窝囊。他们说王妃孤身回门晦气，只配走侧门，还要用艾草水泼她，说是去晦气，简直太过分了！分明就是欺负王妃没有生母。原来他跟我一样，都是没了娘亲庇护的人，怪不得他会被丞相府如此作践。父皇，母后之死竟然另有隐情，儿臣请求父皇彻查母后死因。殿下，您已经跪了3天3夜了。皇后娘娘过世乃是意外，陛下心意已决，您请回吧。殿下，殿下！穆昭华，既是同病相怜，本王便帮你一把。陈峰，备轿。是。本王去会一会这穆丞相。我穆昭华乃陛下亲赐婚，是明媒正娶的正妃，今日必须走正门，谁敢让我走侧门，便是藐视皇家威严。穆昭华，你生母卑贱，又生下你这么个下贱胚子，就怕你压不住正门的贵气，别折损了自己的福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一个济世，我打就打了，你能拿我如何？穆文才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若没有我母亲，你穆家早就被人拆了祖宅了。如今你当上丞相，就任由这女人羞辱谩骂我母亲吗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们踩着我母亲的尸骨上位，却又反过来嫌弃她的出身，你们就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没想到啊，穆家光鲜亮丽，居然用女人的嫁妆。是啊，
只有最窝囊的男人才有女人的嫁妆，真不要脸！放肆！你个忤逆不孝的孽障！今日老夫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来人！放开我！我乃苏王妃，尔等岂敢动我？一个没人宠的素王妃，打就打了，以为苏王会为你出头？可笑！给老夫掌嘴！知道什么是规矩？打他！放开我！走！是素王，他怎么来了？走！是素王。他不去百花楼寻欢作乐，来这儿干什么？素王怎么可能出现？明明上一世他在百花楼睡了3天3夜，根本没有陪我回门，害我沦为了整个京都的笑柄。为什么这一世他居然肯回门了？老爷，素王怎么来了？难道他是给穆昭华这个贱人撑腰的？慌什么？王爷估计一时兴起，路过此地。再说了，老夫乃是百官之首，他一个没有实权的王爷，难道还敢与老夫作对不成？原来只是路过呀！哼，我就说那个贱人怎么可能勾得素王为他出头？老爷说的对，素王他一向纨绔，又是个残疾，他怎么敢跟我们丞相府叫板呢？今日是什么风，竟然把王爷推到丞相府来了？有失远迎，还望王爷恕罪。过来。啊，王爷，哎呀，不对呀，王爷怎么叫他过去了？穆昭华不过是商户之女所生，素王怎么可能替他出头？定是嫌弃他丢人，想要教训他。方才太远了，本王都看不清你。王爷，你要看清什么？自然是要看本王的王妃有没有受欺负。若是你少了一根头发丝，本王必让动手之人死无葬身之地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素王不宠爱穆昭华吗？怎和前世完全不一样。素王不仅在回门之日出现了，还处处维护穆昭华那个贱人。怎么会？素王怎么会给穆昭华出头？上一世明明不是这样的。不，我不相信，一定是装给别人看的。王妃不必惊慌，皇兄手中没有实权，今日他不过是逞口舌之快，绝不可能为了穆昭华跟丞相府作对。对，是我太着急了。素王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，就算他来了，也不过是多一个人丢人而已。丞相府是不是该给一个解释？王爷息怒，非是老夫为难昭华，只因昭华言行无状，顶撞长辈，有失体统。我朝以孝治家，若是昭华此等言行传出去，恐有损肃王府的声誉。是啊，王爷，这穆昭华他幼年失母，缺乏教养，我们也是为了肃王府好，所以才会教导他规矩，免得他将来闯了祸，失了您的颜面。肃王妃确实不对。是啊，怎能如此对待长辈，真没教养。性格如此泼辣，不严加管教，恐怕给肃王府惹出大祸。皇兄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岳父岳母都是为了你和皇嫂好，你可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心意。哦，
原来你们是为了本王好啊！果然，秦景渊就是个草包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。冠冕堂皇，算什么东西？本王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教训？怎么可能？他居然真的要为穆昭华出头？凭什么？皇兄莫要激动，岳父身为皇嫂的父亲，他教导皇嫂遵守规矩，没有什么不对。你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情？窝囊废，一如既往的欺软怕硬。素王，你看，姐姐没娘教，目无尊卑，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呵斥恒王，你应该好好约束，免得再闹出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，叫人嗤笑。王爷明鉴，是丞相府，就是欺负王妃没有母亲，非要往王妃身上泼爱水，还说王妃身份卑贱，不配走正门，要责罚王妃，请王爷为王妃做主啊！哦，没有母亲，活该被人欺负吗？果然。没有母亲，就是秦景渊的逆鳞。以秦景渊的性格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糟了，忘了素王早年丧母，对无母之人向来偏袒。这逆女养的什么贱婢，居然故意让我们触碰素王的逆鳞！这贱婢不过一面之词，王爷不可轻信。老夫何曾欺负过她没有母亲了？是啊，素王。这回门有回门的礼数，他母亲乃低贱的商户，本就只能走偏门，若走正门，不合礼数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是本王错怪丞相。如此说来，是本王错怪丞相。经此一遭，色王定然会对那个贱人厌恶至深。本来本王想着穆夫人乃是王妃的生母，待王妃如珍似宝，故而特地进宫为穆夫人求得封赏诰命的圣旨，为丞相府送一份荣光。册封诰命，听说诰命极为难得，丞相夫人若能得了，整个相府都要沾光了。日后京城大族的女眷们，怕是又要仰仗丞相夫人的鼻息了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怪了，丞相夫人那样对素王妃，素王怎么会给她请封诰命呢？果然，素王无权无势，到头来还不是要讨好老夫？哼，看吧，丞相府如此羞辱，可素王还要为了讨好丞相府，为我母亲求诰命。穆昭华，你真惨啊！是吗？希望妹妹等会儿还能笑得出来。可既然穆夫人并非王妃生母，那这圣旨不要也罢。王爷，你这好尴尬。我就说，丞相夫人那么对素王妃，素王怎么可能给丞相夫人请诰命？没想到素王妃还挺受素王宠爱的嘛。京都诰命夫人屈指可数，如果能得到此殊荣，必然高人一等。夫人若得诰命，与穆家百利而无一害。不行，这难得的荣耀，绝不能让他从眼前溜走。王爷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是啊，一定是误会。何来误会？
你们穆家人见到王爷都不曾行跪拜之礼，私下还不知道怎么苛待王妃。臣父拜见王爷千岁。王爷舟车劳顿，着实辛苦。府中已备好酒菜，恭迎王爷和素王妃回门。来人，开大门，放鞭炮，迎姑娘回门啦！这丞相府变脸可真快呀！可不是，连恒王跟恒王妃都不顾了。废物东西，腿都瘸了，还要冒出来抢我的风头！为什么又是穆昭华出尽风头？前世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前世恒王明明很强，怎么现在像个木头一样杵在这儿？秦玉州原本就是个草包，这一世失去了我的助力，只会更加无能。秦姑娘，回门啦！入府，丞相府的门槛太高，连王妃都要走侧门，本王双腿残疾，怕是更进不去了。至于这圣旨，既是陛下赐予王妃的殊荣，那这册封诰命也自当由王妃定夺。那这册封诰命时，也自当由王妃定夺。王爷，素王只是铁了心要替穆昭华撑腰了。今日穆昭华不点头，这个诰命册封怕是拿不到了。殿下说笑了，您能光临丞相府，实在是令丞相府蓬荜生辉呀！此事乃内子失仪，夫人还不快点给昭华赔罪，请昭华和素王殿下入府品茶。要我向穆昭华这贱人低头？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我颜面何存？昭华，你生母去世之后，全仰仗我把你抚养长大。这生恩哪有养恩的？之前啊，让你从侧门入府是母亲的错，你就别计较，原谅母亲好不好？穆昭华，待我得了诰命，今日之辱必当100倍奉还。我并没有因为夫人刁难我而生气，也不必给我道歉。哎呦喂，还是我的昭华懂事。毕竟啊，你日后还是要靠咱们丞相府撑腰，是不是？那圣旨，但是你刚才羞辱了我母亲，若是你能下跪给她道歉，并自掌嘴20，此事我可以考虑既往不咎。你要我给那个老贱人道歉？还要我自掌嘴巴？这素王妃也太狠了，让丞相夫人当众自打嘴巴，这和要她的命有什么区别啊？俗话说得好，骂人不骂娘。丞相夫人张口闭口辱骂素王妃的母亲，活该受罚，都是报应。不管怎么说，丞相夫人是他嫡母，哪有自己女儿让母亲自掌嘴巴的道理？皇嫂，丞相夫人再有万般不是，终究是你的嫡母。自古百善孝为先，你怎能尊卑不分，让嫡母下跪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出手果断，有勇有谋，这性子倒是合本王的口味。你敢打我？何为尊卑？素王为嫡出是尊，你为庶出是卑；我为长嫂是尊，你为幼弟是卑。我教导你，你就该感恩戴德的受着。前世这个废物是我一手推上皇位的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。秦玉州因为庶出的身份自卑至极，从不许外人说，但我偏要磕他的心窝子。
皇兄，你就这般纵容自己的王妃嚣张跋扈是吗？尊卑有序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你，皇帝长嫂如母，你应该感谢你的皇嫂对你的管教才是。穆昭华、秦景渊，你们这两个贱人给本王等着，待本王登临大统，必要将你们挫骨扬灰。秦玉州，只不过是个开始，你就受不了了。我一定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既然夫人不愿意赔罪，那这诰命怕是与你无缘了。且慢，机不可失。昭华，我愿意给你母亲赔礼道歉。母亲，堂堂丞相夫人被逼着自打嘴巴，这也太丢人了。但凡他对当初的苏王妃好一点，何至于当众打脸啊？当众自扇巴掌，以后没脸见人喽。20巴掌打完了。这赔罪我收下了。那这诰命，王爷，这诰命毕竟是您求来的，妾身以为理应由您定夺。想要可本王却从未说过，只要赔礼道歉，就能获得这封赏的诰命。我的圣旨！我的圣旨！我的圣旨！皇爷，这是作何？这好端端的圣旨怎么撕了呢？圣旨是本王求来的，本王自然有权利处置它。不过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，本王再给你们一份殊荣。方才是老夫着急了，老夫可是百官之首，苏王纵是任性，也断然不会与老夫交恶。除了诰命，一定还有赏赐给老夫的荣耀，难不成是封侯？陈峰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肃王妃穆氏勤敏恭顺，朕心甚伟，特追封其生母，已故丞相夫人李氏为一品诰命夫人。即日起，勒令丞相府为其重修墓园，4季香火供奉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他居然为我母亲请封了诰命，我想过他会因为同命相连而替我出头，却唯独没想过他会替我母亲请封诰命。苏王竟然给穆昭华的母亲请封诰命，前世他何曾为我这般费心？什么？封李氏那个贱人为诰命夫人？你放肆！我母亲乃一品诰命夫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骂她？凭什么？连一个死人都得了诰命，我却没有？穆昭华，你们欺人太甚！穆昭华，你这个贱人！没想到今日又让你抢了风头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王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就忍心看着我母亲被欺负吗？这穆隐月还真是蠢啊，居然会把希望放在一个废物身上。他若是能有那本事，我前世也不会那么辛苦，才把他送上皇位了。皇兄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2份请封诰命的圣旨？自然是向父皇求来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朕忙着呢。我要2封圣旨。你要圣旨，还要2封？你当朕的圣旨是路边的大白菜，随处可寻的？我要保护我的王妃。父皇当初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，总不能阻止我去保护我的妻子。
这么多年，你还在怪朕？我要圣旨。罢了，朕准了。给你2张空白圣旨，你自己填去吧。就是要朕的江山，朕都可以给你。我不稀罕，您自己留着吧。父皇怎么会给你2份圣旨？本王跟他要，他便给了。怎么，父皇不给你啊？我从前给外祖母求诰命，父皇都百般不许。如今轮到秦景渊，一给便是2封，父皇还真是偏心。秦景渊腿都断了，父皇还这般维护他，凭什么？秦景渊居然能拿到2份请封的圣旨，看来他不得宠的传言有误啊！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得势不饶人了。丞相府该把我母亲的嫁妆还给我了吧？什么嫁妆？这些年为了抚养你，你母亲的嫁妆早就花光了。我母亲的嫁妆有良田1000亩，铺面10间，金银珠宝128台。可我这些年却住在漏雨偏院，吃不饱穿不暖。我成亲时的嫁妆更是连10台都凑不出来。请问夫人，我母亲的嫁妆是如何在我身上用完的？虽然没有完全用在你身上，可我相府占地数十亩，丫鬟仆从上百，府中开销巨大，岂是你能想象的？此事莫要再提了。哼，本王还真没想到，原来丞相还是个吃软饭的，府中开销均要靠女人的嫁妆，真是窝囊。肃王，如何花销嫁妆，是我们府内的事情，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一点？你们啊，不过是仗着王妃没人撑腰而已。今日本王便替她撑腰。既然丞相不愿意主动归还嫁妆，那本王就自己动手。陈封，陈封，这是我母亲的嫁妆清单，一件都不许少。尊王妃命。母亲，你的嫁妆，今日女儿就要替你讨回来了。强盗，这是明抢啊！肃王众人听令，胆敢阻拦者，一律不必客气，出了人命，王爷兜底。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放下！你们这些强盗！强盗！放下来！母亲，母亲，你们简直太过分了！母亲，虽然秦景渊纨绔窝囊，但父皇偏爱他。他今日要帮穆昭华，如何拦得住他？不急，这笔账咱们日后慢慢清算。都是穆昭华那个贱人惹的祸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穆隐月居然指望秦云舟这种胆小怕事的鼠辈替他出头，这是做梦。本相有官审，你们敢动我？还不快快把本相的东西放下！我可没动，他动的。丞相也太惨了吧！这肃王真是胆大包天，连丞相府都敢袭击。说什么呢？这丞相强占发妻嫁妆，又薄待发妻之女，怎么算都活该。就是什么东西？嘿，肃王，您虽然是皇子，但也不能欺负朝廷命官。你如此行径，老夫要去皇上面前去告你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本王听不懂。王爷，王妃的所有嫁妆已全部办完。从今以后，谁再敢欺负本王的王妃，就是与我肃王府为敌。怎么会？秦景渊不是残废了吗？他怎么还能拉弓？
王妃，走吧。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我的金银珠宝，一起绑尸，全都没了！都怪你们这两个蠢妇！若不是你们非要为难穆昭华，怎么会把宋王这个煞星引来？如今可好，诰命没了，嫁妆也没了，我丞相府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父亲，是怎么能怪我们啊？谁知道秦景渊会一反常态为穆昭华出头？他不讲道理，我们又能如何？莫非是宋王盯上了穆昭华的那些嫁妆？定是如此。他整日花天酒地，前些年又被父皇罚了5年月俸，家里的钱财早就被他造没了，所以他这才谋取了穆昭华的嫁妆。还以为重生回来宋王变了，没想到还是烂泥扶不上墙。穆昭华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，等恒王登基，这些东西你迟早要加倍给我吐出来。王爷，您刚才怎么不帮父亲说句话？如果你能像素王或者穆昭华那样护着我，我们丞相府也不至于被搬空。怪本王？今日你们穆府连累本王一起丢脸，本王还没找你们算账呢。哼！今天这回门宴不参加也罢。王爷，在出嫁之前呢，这恒王妃在相府可比素王妃受宠多了。出嫁之后啊，可完全就反过来了，被自己的夫君当场抛弃，真是丢人啊！恒王怎么能将我一个人丢下？明日我定会沦为京城新的笑柄。穆昭华，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，今日岂会受此羞辱？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王妃今日费尽心思引本王前来，不知本王的表现，王妃可还满意？满意。只是我未曾料到王爷真的会来。总之多谢王爷替我母亲请封诰命。少自作多情了，本王是为了王府的颜面，又不是为了你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感谢王爷为我和母亲撑腰。本王如此兴师动众，就换来王妃一句口头感谢，那本王也太亏了。确实应该有一些实质性的谢礼。可素王天皇贵胄什么都不缺。不对，他缺一副健康的身体。南峰山上有一位神医，不轻易接待病人，但他曾得过我母亲的帮助，给我留下了信物。作为感谢，我请他来替王爷看看腿伤，可好？不必了，断腿而已，又死不了。本王可不想欠你个人情。曾经天赋异禀的少年郎，却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，他一定很不甘心。况且我还需要他登上龙椅，替我报仇雪恨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都想治好王爷。自从母后死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本王了。穆昭华，你是单纯的关心本王吗？还是为了荣华富贵？本王的事不用你管，你先自行回府吧。百花楼里还有美人等着本王呢。陈峰，慢着，王爷还是将那种肮脏之地忘了为好。我既已嫁进王府，自然不会再同意王爷去那种地方。
你只管安心做好你的王妃，本王的事不用你管。这疯女人不会又要拔剑吗？这可由不得你。糟了，露馅了！你不是腿断了吗？你不是腿断了吗？你知道了又如何？即使你说出去，也不会有人信。王爷既然健全，为何要装作双腿残疾？你可知腿残之人要登上皇位的阻力有多大？那你可知，并非人人都愿意称帝。父皇，母后是被人害死的，求父皇彻查母后死因，为母后报仇雪恨呢。锦渊，前朝后宫息息相关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将来你成了皇帝，就能理解父皇了。如果当皇帝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，那这个皇帝还不如不当。放肆！你是朕的嫡长子，是未来的储君，继承朕的江山是你的责任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当皇帝有什么好的？本王更愿意做一个闲散王爷，潇洒一生。这皇位有多少人趋之若鹜？恒王实力不行，却偏偏野心极大。若非我倾囊相助，恒王怕是连皇位的影子都看不见。连他那样的废物都想争皇位，少年时便威震四方的肃王，居然不愿，这是为什么？从那2份圣旨来看，皇上明明是疼爱秦景渊的，他到底在逃避什么？喂，本王今日可是帮了你了，你可别恩将仇报，阻拦本王去游乐。陈峰，难道王爷去青楼还要赊账不成？你什么意思？本王竟不知道王妃还有偷人钱袋子的癖好。这怎么能叫偷？夫妇一体，王爷的自然也是妾身的。你，陈峰，回府。这女人简直是个毒妇，亏本王还心疼她，没了母亲替她出头，还居然恩将仇报。去，给本王取1000两银票来。王妃，这是府中库房所有的钥匙和对牌。皇上口谕，今后肃王府一应开支皆由王妃掌管。还说，既已成婚，让王妃好好约束王爷。什么？苍天哪！就王爷这种纨绔的性子，皇上居然让王妃管束王爷，这不是把王妃往火坑里推吗？我定会好好管束王爷，不辜负皇上的嘱托。穆昭华，你还真敢答应啊！为人父母都盼着子女好，想必皇后娘娘在天有灵，也不想看到王爷荒废此生。你完了完了，谁不知道皇后娘娘是王爷的心头病啊？王妃居然敢当面提及皇后，王爷只怕是要发飙了。王妃危矣！妾身既已嫁进王府，便一定会照顾好王爷。照顾？自从母后去世，
谁人又真正管过本王？你我二人都没有母亲，更应该相互依靠，莫要被别人欺负耻笑才是。王妃，你别说了。你这分明是囚禁本王！怎么可能？王爷居然没有发火！这世上除了皇后娘娘，还有人管得住王爷？真是苍天有眼啊！怎么会？王爷想要出门也不是不行。妾身这里有一份清单，王爷每完成一项，即可获取一次出门的机会，如何？什么清单？第一，为妻子，也就是我描眉一次；第二，为我烹上一碗养生茶；第三，送我一件新婚礼物；第四，陪我赏月；第五，为我舞剑；第六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当然是夫妻之间培养感情啊。若要弄清楚秦景渊装残的缘由，就必须与他多相处，让他信任我，对我有感情，才能解开他的心结，激起他的斗志，让他踏上龙椅，成为我复仇的利刃。第六，停！到底还有多少？怎么还没完没了呢？王爷，你看，这，哎呀，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肃王府的春天终于来了。穆昭华这个贱人，出尽风头有什么用？肃王一旦拿到他的嫁妆，还不是对他弃若敝履？怎么样，肃王是不是又去了青楼？穆昭华是不是独守空房，每日以泪洗面？王妃，肃王这几日都没去青楼，听说一直在陪肃王妃，片刻不离。什么？不对，前世穆昭华嫁给了恒王，恒王片刻不离她左右，而嫁给肃王的我却独守空房。换秦后，我嫁给了恒王，恒王却变了样，对我爱答不理，而本该被抛弃的穆昭华，却和肃王寸步不离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王妃，肃王如何不重要，自从回门宴以后，王爷一直都没有和您见过面，到现在都还没圆房呢。王妃，你还是给恒王低个头吧，免得被某些狐妹子钻了空子。去准备茶点，本王妃今夜要去请王爷一同就寝。是。来，王爷，张嘴。这光吃葡萄有什么意思呀？本王想吃点别的。王爷，妾身也想要。放心，本王今日有的是时间陪你们共赴巫山。王爷，妾身准备了一些茶点。王爷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不对，上一日恒王明明读书用功，颇有美名，怎么会做出这种白日宣淫的事情？定是这两个贱婢勾引他。傅以月，你疯了吗？你居然打我！我可是丞相府的嫡女，从小到大，我爹娘都不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堂堂王妃，你竟如此善妒！你不仅容不下两个妾室，你还敢公然拿茶水泼本王，这就是你们丞相府的教养！想到恒王居然是这种人，他居然敢随意动手打妻子！行了，回去好好反省，过几日父皇寿宴，到时候别给我丢脸才是。皇上寿宴？
皇上寿宴。5天之下，卧妃王统，好一副江山社稷图啊！自成婚以来，恒王越发懂事了。恒王，这都是恒王妃官教有功，赏！好，谢父皇隆恩。都说了不让你送主使，你偏不听。前世就是因为恒王精心准备的寿礼，让皇帝龙颜大悦。穆昭华也在寿宴上大出风头。这一世，这荣耀归我。今日已经给你描了眉，功课也都做完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再过几日便是父皇的寿宴，不知王爷的寿礼准备的如何呢？这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本王随便给他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，都算本王有孝心了。珍珠翡翠白玉汤是什么？俗称猪食，你要尝尝吗？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前世陛下看完秦景渊送的寿礼后，差点气晕过去。既然王爷无心准备，那便交给妾身吧。本王都不在意，你何必在意呢？哎呀，夫妻一体，既是王爷的父亲，妾身自当亲生父亲一般孝敬。夫妻一体，穆昭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究竟是贪图肃王妃这个身份，还是真心想要和本王好好过日子？前世我画的那幅江山社稷图，陛下赞不绝口。这一世倒也不用再费心准备别的寿礼，再画一遍江山社稷图作为寿礼欣赏即可。肃王来了。去年肃王给陛下送上了一只乞丐碗，说什么等大秦倒了，陛下可以去当乞丐，东山再起，气得陛下关了肃王1个月。不知道今年肃王准备了什么惹陛下生气的寿礼？肃王实在顽劣，只是朽木不可雕也。王爷，你还真是名声在外呀。不用羡慕，本王可以让王妃也这么出名。那就不必了。今日陛下寿宴，不知道姐姐和王爷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妹妹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。恒王府的妾室不太好相处吧？你少得意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家王爷可是早就精挑细选了一份礼，必然能使龙颜大悦。而你，就等着和肃王准备的那碗猪食一起被扔出去吧。秦玉州挑选的寿礼，莫非是那个铜蟒？王爷，陛下寿辰在即，你可有准备寿礼？拿给他。王妃觉得这个如何？王爷，不可！自古以来，龙为皇帝，蟒为东宫，送此物必然会触怒龙颜，还会让陛下觉得王爷有不臣之心。哎，王妃，你要是觉得不好，便去库房随便挑几件，本王啊都听你的。来。前世秦玉州本来是打算送铜蟒的，是我担心陛下动怒，换成了我自己画的江山社稷图，得了陛下的喜欢，反倒被秦玉州拿去邀功。穆隐约不会以为江山社稷图是秦玉州送的吧？是吗？那恒王准备的礼物，妹妹亲眼见过了吗？那是自然。上一世恒王送的江山社稷图深得陛下喜欢，重生一世他送的肯定还是江山社稷图呀。
这还用看吗？希望妹妹是真的看过了。那是当然了，姐姐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现在阻止素王送陛下珠石还来得及啊。前世穆昭华出尽风头，而我却因为秦景渊那个废物送的珠石，被皇上丢出了宴会厅，丢人至极。这一世也该让穆昭华尝尝这种耻辱。陛下到！参见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父皇。朕方才听你们在讨论寿礼，怎么回事啊？父皇，方才皇兄说他特地为您准备了寿礼，您看后定会龙颜大悦。秦景渊每一年送的东西都上不得台面，今年送的礼物只怕也一样，会惹父皇生气。本王在回门宴受到的耻辱，今日要加倍奉还给秦景渊。皇兄，你刚才不是着急想让父皇看你的寿礼吗？还不赶紧拿出来！这素王能准备什么好的寿礼啊？不出错就不错了。是啊，素王今日不惹陛下生气，已经算他有孝心了。这小子每次献上的寿礼，不是破衣裳就是乞丐碗，纯粹是为了给朕添堵的。这一次只怕也是一样，不看也罢了。寿宴初始，诸卿先行欣赏歌舞。父皇，皇兄为此准备了数日，不妨等皇兄先献上寿礼，大家也好开开眼呢。是啊，父皇。虽然听说皇兄从前送的贺礼并不得您欢喜，但如今已经成婚，有王妃约束，说不准这次的贺礼能让大家眼前一亮。想来诸位也很是期待啊。你们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找死啊！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既然诸位都如此期待，父皇，儿媳斗胆，提前为父皇献上寿礼。若是本王一人，倒是不怕丢人。可今日，本王不想他因本王准备的珠石而受辱。昭华，还是算了，他们想赢，就让他们赢吧。哎呀，王爷，妾身定不会让你丢人。父皇，既是献礼，不如请恒王一起为父皇献礼，岂不是更加热闹？穆昭华疯了吧？不过也好，比起献礼，有了宋王这个珠石做对比，恒王的江山社稷图一定会讨陛下喜欢。父皇，儿媳与王爷备下薄礼，祝父皇江山有故，万寿无疆。还请父皇允许儿媳和姐姐一同献礼。准。请素王、恒王献上寿礼。素王送上《江山社稷图》一卷。素王送的是《江山社稷图》，这怎么可能？恒王送上铜蟒一尊，恒王居然献上铜蟒，这不是故意在挑衅陛下吗？以铜蟒为礼，为朕贺寿。
锦玉州，你就那么迫不及待的将朕取而代之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前世明明是恒王献上江山设计图，怎么到了苏王手里？苏王那个废物不应该送猪食吗？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父皇，儿臣，这事儿要是苏王干的，也就不奇怪了。恒王向来仁德，怎么会献上铜马啊？要么他的仁德是装的，其实本性野心勃勃；要么他就是蠢。都怪秦景渊那个废物，要不是他拿出了什么狗屁江山设计图做对比，父王何至于动怒？父王，儿臣绝无不臣之心啊！怎么？难道你要将剑架在朕的脖子上，才算有不臣之心吗？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，这一切都是恒王妃安排的，儿臣毫不知情啊！我？对，没错，父皇，都是他选的。哼，这秦玉州前世对我卸磨杀驴，如今被问责，又要断尾求生，将新婚妻子拉出来做替罪羊，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心狠手辣。还好，虽然他不愿意争储，但贵在光明磊落，心地善良。谢氏，你是想害死本王是吗？王爷不是旷世明君吗？怎么会做出来让我顶罪这种龌龊之事？求父皇明鉴，恒王所备贺礼，儿媳丝毫不知。若儿媳知悉，即便以命相逼，也断不会让恒王送上铜马。王爷，妾身人微言轻，哪里背得上这么大的罪名？还请王爷放过妾身。果然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是吗？可在寿宴开始前，你可是亲口说过的，恒王所赠之寿礼，定能惊艳四座，使龙颜大悦。怎么能说你不知情呢？我怎么知道恒王的寿礼居然不是江山设计图？我知道姐姐一向不喜欢我，但怎么能在御前污蔑我，还想置我于死地呢？听说这穆家两嫡女，并非一母所出，平日矛盾颇多，今日一看，传言非虚啊。可不是，听说回门宴那日，苏王妃在丞相府门口大闹了一场，在御前也敢污蔑嫡妹，这苏王妃真是不知轻重。果然，重生也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智商。穆野玉还是这么蠢。恒王妃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还说过，那寿礼你亲眼见过的，在场诸位大人皆可作证。父皇，儿臣作证。他说他知情。父皇，你看，皇兄皇嫂都可以为儿臣作证，他恒王妃是知情的。恒王这个白痴，他怎么能和穆昭华同一战线？这不是找死吗？恒王夫妇以下犯上，挑衅天威，罚3个月不得上朝，手中事务暂由其他人代理。另外，2人重则3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是什么？是，那本王岂不是要变得和秦简约那个废物一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上一世恒王明明出尽了风头，为什么这一世不仅被罚了，连累我一起被杖责？父王，儿臣知错了，还请父王开恩呐！父皇别打，别打，这都是恒王妃的错，跟儿臣没有关系啊！跟儿臣没有关系啊！父皇，跟儿臣没关系。
王，儿臣知错了。前世欠我一定会连本带息讨。父皇，父皇，看着他们落得如此下场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一般。一般？那本王让你心情再好一点。父皇，这幅江山设计图是王妃为您精挑细选，祝父皇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6年了，锦渊终于愿意跟朕好好说话。父皇，这幅江山设计图虽是臣妾选定，但却是王爷亲手绘制。王爷对陛下的一片赤诚之心，令人动容。这么好的在皇帝面前出头的机会，他居然让给了我。夫妻一体，只有皇帝对肃王愈发重视，肃王未来才更可能登基，我的地位才会随之水涨船高。夫妻琴瑟和鸣，多么像当初的朕和皇后啊！5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肃王夫妇所送的江山设计图，甚得朕心。自成婚以来，肃王越发懂事了，这都是肃王妃管教有功。赏！凭什么？凭什么重来一回，实现荣耀风光？还是他穆昭华的？肃王妃，你果然没有辜负朕的期望，朕心甚慰呀。虽然上一世皇上也很喜欢这幅画，但也没有激动成这个样子啊。莫非皇上对肃王还是抱有期望的？难道皇上是因为秦景渊终于愿意好好跟他说话了，所以才会如此激动？如果陛下心底还是宠爱着秦景渊的话，那我的复仇之路只会更加顺利。隔壁鬼，秦景渊，你恃宠而骄，藐视父皇，父皇一定会重重罚你的。本王等着你一起挨打。景渊说的对，昭华日后入宫不必下跪。要是这丫头能将景渊带回正途，别说免了下跪之礼了，朕直接立景渊为主，送这丫头一个国母之位。什么？不用下跪？怎么会这样？谢父皇隆恩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个贱人能被肃王如此爱护，而恒王却推我顶罪？为什么重来一世，受罚的人还是我？姐姐，妹妹还真是知书达理，伤得这么重，都不忘跟本王妃打招呼。江山设计图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？是不是你偷的？都重生了，长点脑子吧。那幅江山设计图呢，本就是我苦心所做。什么？你画的？什么？
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该不会真的以为前世秦玉州靠自己就能登上皇位吧？你和他成婚的时间也不短了，难道你没有发现他根本就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？你以为朕是真的喜欢你吗？朕当初求娶你，不过是为了让丞相辅佐朕扳倒其他皇子而已。我没想到，你在丞相府根本就不受宠，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而已。可依旧是我辅佐您上皇位的呀！难道前世穆昭华死前所言是真的？秦玉州是因为有穆昭华的帮扶才登上了皇位，那这一世换成了我，他还会登上皇位？青草见过王爷，这是蜀国进贡的琉璃翠，治疗外伤有奇效。普天之下仅此3个，陛下全部赏给了贵妃娘娘，娘娘特地让奴婢赐予王爷。替我谢过母妃。贵妃，恒王生母。自从皇后去世，贵妃在后宫一家独大，有这样手腕颇高的母亲，恒王又怎么可能需要穆昭华的帮助才能登上皇位？他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才故意这样说，想挑拨离间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哼，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，居然把王爷的功劳全揽你自己身上，你真是不要脸。上一世是恒王登基，这一世也会一样。穆昭华，我们走着瞧。翠儿，哎，滚！穆隐月，你哪怕重生了，还是愚不可及，我便等着你自掘坟墓。王妃今日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。多好的机会啊，亲一个呀，愣着干啥呀？哎呀，这天气真好，本王御下不言，让王妃见笑我。所以，王爷可以先放开我吗？王爷，放开我！那幅江山设计图实在精妙，便是工部那些老学究也未见得有如此功力。你既才华横溢，为何还要嫁给本王？别用那些没得选择或是爱慕本王的词语来糊弄本王，本王不傻。母亲在后院被欺负而死，我在后院艰苦讨生活，我与王爷同病相怜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本王做你的刀，替你复仇？所以，你是想让本王做你的刀，替你复仇？只是可惜了，本王并无争权夺位的野心。你的计划落空。为什么？恒王野心勃勃，王爷不去争那至尊之位，难道是想等恒王上位之后置王爷于死地吗？本王自有自保之法，王妃不必担心。我当然知道，前世秦景渊不就是在秦玉州被立为太子之后远赴边关了吗？但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秦景渊躲避。那妾身怎么办？妾身已与穆隐月撕破脸，若是穆隐月得势，绝不会放过妾身的。难道王爷是想置妾身于不顾吗？他就这么怕被丢下？你别哭啊！哎，本王又没说不管你。王爷，
只有位高权重，才能保护自己所在乎的人。只有位高权重，才能保护你在乎的人。守护想守护的人。王妃，你将这权力二字想得太简单了。王爷，此言何意？你且看那95大殿之上的帝王，他手中的权力可算是登峰造极。自然。可许多事情，纵使他贵为天子，不还是无能为力？重要的人被杀害，明明知道凶手是谁，可他却一味的包庇纵容凶手，嘴里还说着什么维护朝堂平衡。他那个秦武之子，杀个人都要瞻前顾后。你说这样的皇位，本王要来有何用？能让肃王如此在乎且又和皇帝有关的人，莫非那人是仙逝多年的皇后娘娘？我想起来了，肃王断腿那年，正好是皇后仙逝那年。原来肃王的心结在这儿。王爷不仅有陛下的宠爱，更有服众的才能，但是王爷百般藏拙，可是与先皇后崩逝有关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应该不难猜吧6年前，母后身怀6甲，贵妃每日嘘寒问暖，送来补品无数，所有人都在称赞贵妃良善。直到母后临产那日，因为补品过剩，胎大难产，已是2命。那陛下没有严查贵妃？查了，怎么没查？可贵妃一口咬死她送补品乃是好心之举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是心怀不轨。每日为母后求平安符的太医院院守，更是横死家中，死无对证。贵妃一母同胞的亲哥哥，在朝中身居要职，党羽无数。父皇为了维持朝堂平衡，只能放弃。到最后，只有我的母后白白丢了性命。既然知道是贵妃动的手，为何不替皇后娘娘报仇？本王怎么不想？可没有证据。杀母仇人近在咫尺，可我却无能为力。王妃，你告诉我，这样的皇位，我要来有何用？证据？要什么证据？既然知道仇人是谁，直接请君入瓮，杀了便是。直接杀了？过来。你想用清谈会做文章？清谈会聚集文人无数，胜者不但会收服民心，陛下还会重重有赏。一旦王爷胜出，恒王必定心急如焚，到时候只需要稍稍挑，恒王必然恼怒。要想鱼儿咬钩，就得先打窝，再上钩。王妃这是在拿本王打窝啊！王爷惯会打趣我。这些日子，王爷就安心读书，好好为清谈会做准备吧。前世秦玉州那庸才，便是用了我给他准备的辩题见解，在清谈会上大出风头，得尽了民心。陛下上朝时，直接赏了10万兵马，为恒王登基提供了极大的助力。这一世，这一切荣光和权力都该换一人来执掌了。王妃，奴婢刚刚得知，陛下又因宴会之事赏赐了肃王府好些东西。听说有南海的鲛人类，附蜀国进贡的薄如蝉翼的金蚕丝，万年的冰山雪莲，个个都是珍稀物件，说是价值万金也不为过。凭什么呀？那原本是恒王，是我的！
为什么？为什么那好的东西，它都是穆昭华那个贱人的？王妃息怒啊！当下最要紧的是要督促王爷用心政务，早日登上储君之位。到那时，宁近人所受的一切屈辱，便将让他们百倍偿还。督促？他那个书房就是个摆设，整天和那群贱婢厮混，他又是一件不干，他就是个废物，是个草包。小姐，您不是说恒王有明君之道吗？怎么可能是个草包呢？是啊，他前世明明都登基了，怎么可能是个草包呢？该不会穆昭华那贱人说的是真的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即便江山社稷图是穆昭华画的，但在前世清谈会上，恒王引经据典，见解独到，必然是他自己的真才实学。他就是真龙天子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；君为轻，百姓乃是国家之根本。对，转机就在清谈会。前世他便是在此一举赢得了圣心，获赐10万兵符。快把这个交给王爷，告诉他这是清谈会的辩题，务必让他准备好。快！是。前世恒王毫无准备，尚能惊艳四座，这一世他定能比前世更加出色。说不定陛下开心了，会比前世多赏赐一些兵马。等到时候恒王登基，穆昭华、秦景苑，你都得死！明珠蒙尘，仍然是明珠。苏王自从决定要参加清谈会开始，便愈发勤勉了。不像恒王，前世靠我每日的督促，他才能学得进去。王妃是在关心本王吗？你根本没睡着，你骗我！王妃还是那么聪明。清谈会的辩题并不难解，我知你重视清谈会，但也要顾惜身体，不要坏了才是。若秦景渊有什么不测，到时候我的仇可就报不了了。担心本王？知道妾身担心，还不赶紧去休息？懂不懂什么叫劳逸结合啊？哦，有道理。你干什么？休想！按照王妃所说，劳逸结合。睡吧，本王不会碰你的。至少现在不会，一切都要等清谈会结束，证明了本王的实力再说。秦景渊，希望我没有选错人。清谈会上，你可一定要大放异彩啊！否则，我就只能抛弃你了。
这不是在陛下寿宴上大出风头的苏王妃吗？她居然也来了。出尽风头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嫁了个废物。苏王纨绔，苏王妃的生母，又是商贾之女，能有什么真才实学？只怕连清谈会的辩题都听不懂吧。穆昭华居然没有和苏王一起来，难道是被厌弃了？果然，苏王生性风流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怎么可能真的对穆昭华上了心？哎，姐姐怎么一个人来了呀？哦，莫非是被苏王冷落了？哎呀，其实这也很正常，毕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嘛。苏王风流惯了，姐姐也别太难过。昭华，日后多学学你妹妹的御夫手段。你看恒王对你妹妹多上心，你妹妹一说想来清谈会看看，恒王立马就抛下手中所有的事，一起与她共赴清谈会。秦玉州，一个空有野心的废物，也有脸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是吗？那为什么在父皇寿宴上时，恒王那么着急让妹妹顶罪呢？那是恒王弃族保帅，乃明智之举。哦，原来在恒王心中，妹妹只是那个能随意抛弃的族啊！哼，穆昭华，你少得意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恒王日后能登上皇位，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母，而你就是一个被我踩在脚下摇尾乞怜的人。恒王过河拆桥，本性难移，妹妹可就要当心了，千万不要步我的后尘。哎，我不与你逞口舌之快，你且看着恒王今日如何一鸣惊人吧。一鸣惊人，前世是因为我提前打听到清谈会的辩题，替他写了策论。秦玉州为了7天7夜，才有了夺嫡的资本。而这一世，我要将他伪善的面孔撕烂，狠狠将他踩到泥泞之中。诸位，今日之中心辩题为：楚军应立贤，还是立嫡立长？这次辩题好大胆，这谁敢说？今日清谈会，陛下有旨，在座诸位皆是友人，无高低贵贱之分，皆可畅所欲言，朝廷不会怪责。夫君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力压各大才子，名扬天下。放心吧，今日过后，我的皇后之位可就稳了。稳了？没有我的策论，秦玉州只怕要摔得头破血流了。今日所议关乎国本，本王不才冒昧之言。为了江山社稷，本王认为立储当立贤。若是只因皇子是嫡长子，便让一个庸才登上大位，如此将天下百姓的福祉、列祖列宗的基业置于何地？因此，本王认为应当能者居之，让最有智慧、最无有、最得民心的皇子继承大统，如此国家才能富强，百姓方能安康。说得好，皇位就应该能者居之。恒王一番话真是令我热血沸腾，恨不得现在就科举入朝，辅佐当今圣上，开创盛世。恒王
果然才华横溢，这辈子我能平步青云，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姐姐，是不是很嫉妒啊？这么好的男人是我的。就这？赵华，本王才华横溢，你也劝着素王多读书，别整日流连于烟花之地。这就叫才华横溢。纸上谈兵的话，连初上学堂的小儿都会说。父亲是瞎了还是聋了？看不出恒王的话如同空中楼阁，毫无根基。原来父亲你身为百官之首，也能如此肤浅。哪来的无知妇人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那是素王妃。太傅说了，今日清谈会无高低贵贱之分，管他什么妃。他如此污蔑恒王，必须给我等一个交代。没错，恒王所言乃天下学子心声，前朝腐败，奉行嫡长子继承制，结果呢，百姓生灵涂炭，而我等绝不允许这样的惨事发生在我朝。看来我的选择没有错，恒王果然是民心所向。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，穆昭华，你彻底输了。清谈会可畅所欲言，本王妃也有发表言论的权利。尔等如此急躁，莫不是心中早就有了储君人选？既如此，本王妃是不是可以怀疑尔等就有结党营私的嫌疑？恒王主张立贤，姐姐便打压诸位才子维护立贤的观点，甚至不惜给诸位才子扣上结党营私的罪名。妹妹怎么觉得姐姐是在针对恒王啊？针对？我只是觉得恒王刚才的话虽然激情昂然，但是这些年恒王可有为百姓做过什么贡献？前世恒王空有贤德之名，却没有实际行动稳固名声，是我嫁给他之后替他出谋划策，才让他的贤德之女立住了脚，将为君之道的言论宣之于口，3岁小儿都会，但实则没有为百姓做过任何贡献，足以见得恒王德不配位。所谓的贤德都是伪装的，但嫡庶长幼却无法作假。本王在朝中谋事，怎么能不算为百姓谋福呢？如此说来，素王妃倒像是在胡搅蛮缠。恒王为官多年，都无百姓不满，必然是个贤能之人。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管，百姓都不知道主事人是他，肯定对他没有不满啊。皇嫂，看来你是主张立嫡喽？这若是嫡子无能，岂不是陷天下百姓于不义之中？恒王又是如何认定嫡子无能？就事论事而已，皇嫂莫要动怒。皇兄是有嫡长子身份，可他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不上朝，不管百姓死活，一心只流连于烟花之地。若是将江山交到这种人手中，天下危矣。是啊，素王空有嫡出身份，却是草包一枚。素王自己都不上心，素王妃又叫什么劲儿呢？素王纨绔无能，而恒王文韬武略，知识渊博，这不就是这次辩题的最好例子吗？素王妃凭什么认为可以立嫡呢？丢人现眼，自取其辱！我若是素王妃，干脆立刻上吊，吊死算了。皇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如果皇嫂觉得皇兄烂泥扶不上墙，本王今日看在皇嫂尚有几分姿色的份上，把你收了容。真是不要脸！看我一会儿
怎么把你的脸怼？既然恒王主张立，本王倒有几个问题考考恒王。素王怎么来了？素王一个草包，竟敢妄言考恒王，不自量力！秦景渊啊，秦景渊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一个草包废物居然敢来清谈会，今日我就要让你颜面尽失！秦景渊来的正好，有了他的衬托，天下人就知道恒王到底有多厉害。敢问皇兄，有何高见呢？本王问，这天下才子如何分辨贤与不贤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恒王才高八斗为贤，素王这般纨绔为不贤。素王，这金丹会不适合你，百花楼才更适合呀！秦景渊这个废物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哦，既然这天下才子皆认为六弟才高八斗，那就请皇帝给本王和在场的学子们解释一下，如何才能治理天下，成为一个明君。恒王若是能讲明白，也就不算纸上谈兵了。恒王前世的言论一鸣惊人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他一展才能，被天下人敬仰了。穆隐月这个蠢货，还真以为秦玉州那番言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？前世这个蠢货连背都背不明白，还不是我一字一句教他才会的。说也快说，治理天下，恒王怎么回事？上一世分明侃侃而谈，风光十足，这一世却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恒王，你快说啊！我们都等着听你的观点呢。就是啊，难道恒王的才华都是伪装的吗？不可能吧？恒王本来就不占嫡长，若是连才华都没有，岂不是与皇位彻底无缘了？哎呀，月儿，恒王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不应该啊。哎呀，恒王，你要是没有真才实学，就应该听我等道歉。没错，我等刚才为了维护你，可是连素王和素王妃都得罪了。天下学子大多支持立贤，这是秦玉州的优势。但若秦玉州的才能是伪装的，辜负了学子的期待，那秦玉州必要被天下人讨伐。哎呀，夫君，你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现在快说呀！贱人闭嘴！皇兄如此咄咄逼人，那么敢问皇兄，如何才能治理好天下，成为一代明君呢？这有何难？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百姓乃是国家的根基，轻赋税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百姓乃是国家之根本。轻赋税以养民，轻赋税以养民力，重农桑以固国本，推行摊丁入亩，绝补家赋，开杂科举士，凡通晓水利、算学、格物者，皆可入朝，让天下英才皆入一室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素王说的居然都是前世秦玉州说的话。好，说的真好啊！你怎么会懂这些？难不成是太傅给你泄题了？有个蠢货，一年四季都在扇扇子，没有真才实学，你装什么诸葛在世？
是不是你把本来属于恒王的观点告诉了素王？穆昭华，你真卑鄙啊！这些观点属于恒王吗？那为什么方才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？那是因为这些观点本就是我写的，前世也是我告诉恒王的。穆昭华，你别得意了。即便如此，那也改变不了素王是草包的事实。天下人皆以为秦景渊是草包，其实是他藏拙，穆影月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如此说来，素王的观点与恒王一致，也是立储当立贤。不，本王认为立嫡、立长还是立贤，本就无法辩题，算不得辩题。可立嫡、立长或者立贤，自古以来就是难题，如何不能辩论？敢问太傅，若是嫡子贤德，庶子无能，那这个辩题还有意义？这贤能如水，虚实难辨。譬如六帝，在本王到来之前，人人皆言皇帝有才，可皇帝却连基本的治国政策都说不出来，这还不够明显。而嫡庶长幼却是难以做到，所以立嫡、立长、立贤，本无定论。君王当以实际情况决定储君人选。说的对啊。我就知道秦景渊并非池中之物。大人还在辩论立嫡立贤，素王却能指出辩题的不妥之处。不愧是12岁时才华便碾压状元郎的素王。臣再见王爷风华，此生死而无憾。素王妃不过一介女子，居然能看出恒王的才能是伪装的，学生真是惭愧。方才多有不敬，还请素王妃原谅。素王妃聪慧，我等自愧不如。皇嫂刚才说过，这能说出为君之道，算不得什么有才之人。有才之人要为天下做过贡献才算得。敢问皇嫂，皇兄为这天下有何贡献呢？就等着你问我呢。苏王13岁时便提出推行皇册，将我朝所有户籍百姓名字记录在册，百姓有了户籍，便不会再流离失所，也方便朝堂管理以及赋税政策推行。如今诸位都还享受着皇册带来的好处。苏王15岁时披甲上阵，在边关单枪匹马斩杀敌方首领，逼得敌国俯首称臣。在座诸位皆是因为他当初抛头颅洒热血才享受太平，如今四海太平，你们怎么却忘了他的功勋？世人嫌本王纨绔，连父皇都对本王失望透顶，只有他坚定地站在本王这边，即便与全天下为敌，也要维护本王。昭华，本王绝不负你。素王，是我等忘恩负义，请素王恕罪。请素王恕罪。光有才华不足以收买人心，将素王的功勋抛出去，才能够让众人心悦诚服。秦景渊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当年的素王才是真精彩绝艳啊！月儿，日后要和你姐姐多来往，修复一下关系。毕竟都自家人，哪来的可野仇？素王的观点，前世我从未听过，这也是你说的？明珠蒙尘，但本质却还是明珠，只是你没有耐心擦去那尘埃，一心只想坐享其成罢了。
早知苏王依旧才华横溢，重生回来，我不该婚嫁的。辅佐苏王这么厉害的人物，比恒王那个废物简单多了。难道前世恒王能登基，真是你辅佐的？醒悟了，可惜晚了。第一步完成了，待此事传入天子耳中，兵权唾手可得。听闻父皇已知晓清谈会的事情了，并且龙心大悦。打窝结束了，接下来该抛出鱼饵了。王爷输了。哎，我这步下的不好，我重新下。哎，王爷怎么能悔棋呢？你今日在清谈会上说的，可是真的？本王在你心中，当真如此出色？什么？我们不是在说接下来的计划吗？难道他又想悔棋？臣妾今日的话，字字句句皆肺腑之言。难怪他处处约束本王，照顾本王，还出谋划策替母后报仇，还说什么想让本王替他复仇。原来是因为他早已心悦本王。昭华，本王也心悦你。待本王得了储君之位后，我们圆房好不好？本王愿以皇后之位聘之，和你成为真正的夫妻。和未来的帝王做真正的夫妻吗？当初秦玉州也是这么说的，男人的爱最不可靠，男人的爱最不可靠。不过秦景渊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与其将希望全部寄托在秦景渊身上，不如先带下一个皇嗣。倘若秦景渊登基后要卸磨杀驴，我便设计杀他，再挟幼子登基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届时再无人敢欺负我，谁欺负我，我便杀谁。不断纠葛的你我，传来真句的传说，昭华，你这是？王爷，我们本就是夫妻，王爷欠我的洞房花烛夜，现在便可以补上。昭华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会给你。我一定要在秦景渊登基之前怀上他的孩子，给自己留足退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景渊这孩子在清谈会一鸣惊人，朕就说嘛，朕与皇后的儿子自小便是天纵之姿，怎么可能变成那副废物模样？原来是不屑于在人前显圣。听说这孩子是因为王妃受了欺负，才出头展露才华的。那丫头看来有些本事，回头再赏些金银过去。平身，谢陛下。父皇，急着喊儿臣来御书房，所谓何事？儿臣忙着呢。
你又没差事，你忙什么？忙着给王妃描眉。后宅妇人之事，怎能在朝上说？这肃王真是太不懂事了。是啊，不过肃王还真是宠爱王妃。这景渊还是没个正形，罢了。朕今日心情好，不与他计较。清谈会上，景渊那一番力主言论，实在是振聋发聩。嫡长子若是有才，力主将毫无争议。朕深以为然。不过嫡长子若无权力，如何展现才能？传朕旨意，将金鸡10万护城兵的指挥权赐予肃王。父皇居然这么大手笔，早知如此，那我便好好表现了。昭华所言果然是真的，清谈会表现优异者，这老头便会赏赐10万兵马。另外，前些时日，恒王被革职，药物搁置，朕决定先前恒王手中药物皆交由肃王处理。肃王，你可不要辜负了朕的信任呐！恒王先前在户部掌管钱财调度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拥戴他，这也是他夺嫡的底气。若是没了这些，便是给贵妃和恒王重创。父皇，那是我的职位，怎么能给他一个废物？怎能给皇兄？那是朝廷的官职，你对朕的决策不满，要不然，朕将皇位让给你来做。儿臣不敢，儿臣知错。哼！秦景渊，你敢抢走本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皇帝，走那么快做甚？等等我。皇兄是要来嘲讽我吗？你一个废物却得了10万兵权和户部的职务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废物？只可惜我这个废物日后还要登基为帝，凌驾于你之上。什么？你休想！一个瘸子怎么可能当皇帝？父皇没跟你说吗？他马上就要写诏书立我为储君。不过你放心，等日后皇兄我登基，坐拥天下之时，一定会好好照顾皇帝的。这怎么可能？父皇什么时候准备立储啊？哎，又不是立你为储，你不知道很正常。不过等诏书晓谕天下之时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不行，得尽快去找母妃商量对策。登上皇位的人，只能是我秦豫州。你一个废物也想当皇帝？做梦！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得逞的。王爷这般诓骗恒王，万一恒王狗急跳墙，这便正合我意。谁知道狗跳的是墙还是陷阱呢？母后，等贵妃母子坠入陷阱，轩儿就能替你报仇了。皇上怎么可能封秦景渊为太子？凭什么前世穆昭华嫁给恒王能做皇后，这一世嫁给肃王也能做皇后？我不甘心！我的好女儿，你急什么？娘，陛下要封秦景渊为太子，我怎么能不急？皇又恨死我，他要是成了太子妃，还不知要怎么报复我。前世我和秦豫州杀了穆昭华，穆昭华不杀回来才怪。恒王比你更急，当年贵妃有杀死先皇后的嫌疑，
秦景渊若是成为太子的话，他第一个就不会放过恒王和贵妃。真的？当然，贵妃正在和你父亲商议逼宫之事。属于你的太子妃位置，没有谁能抢走。我怎么忘了？贵妃手眼通天，家族势力庞大。前世恒王能登基，贵妃功不可没。秦景渊身后空无一人，拿什么跟恒王争？穆昭华，即便你重生，你也改变不了必死的结局。主子，如你所料，贵妃果然联合丞相想要逼宫造反，他们决定除夕夜动手。王妃，看来鱼儿咬钩了。他们准备怎么做？除夕宴给百官下毒，摔杯为号，集结兵马围攻，顺者昌，逆者亡。还真是跟王妃预料的一模一样。不过王妃为何这么肯定？贵妃得知父皇要立本王为储君后，她一定动手。他害死先皇后，自然心虚，怕你身居高位，第一个不放过他，自然要先下手为强。贵妃的野心，前世我就见识过了。她比秦玉州有脑子多了，但凡挡了秦玉州路的人，她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敌人已经落入圈套，只等王爷出手，给他们致命一击了。四王妃这身打扮可真是不俗。那是自然，听说啊，这可是由陛下特地赏赐的天蚕丝做成的，全天下仅此一件呢。素王妃真是命好啊！贱人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这么风光？过了今日，我一定要将你剥皮抽筋，以消心头之恨。哎呀，妹妹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恒王没陪你吗？你是故意来嘲讽我的是吧？穆昭华，你别得意，我看过了今天还能不能嚣张得起来。秦玉州当然没来，他在门口等着逼宫呢。这人怕是傻子吧？他那么一说，我就算不知道今天出事，也能猜到有这么个猪队友，秦玉州能成事才怪。陛下驾到！陛下万岁！平身。今日除夕盛宴，万象更新，朕与诸位爱卿与天下万民共庆此良辰吉日，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愿皇朝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愿皇朝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喝吧，这酒里面有剧毒，等毒药发作，你们就彻底完了。放心吧，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父皇，你该退位了。还没有毒发，恒王怎么冲进来了？顺者昌，逆者亡。母妃，你不是说等他们毒发之时，以摔杯为号逼宫吗？这怎么现在一点毒发的迹象都没有？这个蠢货怎么什么都说？
不好意思，本王手滑。秦景渊，你是故意的是吧？本王怎么知道？你们要摔杯为号，逼宫造反呢？放肆！秦玉州，你居然敢逼宫！既然已经暴露，那就只能将计就计，暂且拖延时间，等待毒发。陛下，周二聪明啊，如何不能为帝？父皇，今夜你就好生安息吧。这天下，儿臣会好好治理的。放肆！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这儿所有的吃食，包括刚才他们喝的酒，全都有毒。只要半炷香的时间，必然毒发。陛下，你也该退位了。什么？贵妃居然如此歹毒！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还不想死啊！穆昭华，你现在给我跪下来，磕几个响头，我就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，如何？前世今生，你都斗不过我。你怎么笃定我们一定中了毒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不好了，娘娘，我们准备那些吃食全都被扔在御膳房，根本就没有送到除夕夜。什么？这到底出了什么纰漏？是谁走漏了风声？景渊、昭华，你们居然提前发现了恒王的阴谋，不愧是朕的儿子。当初贵妃加害我母后，父皇饶了她，如今贵妃和她的儿子又要谋取父皇的皇位，父皇，你要不要再饶他们一次？景渊，你还在怪朕吗？什么当初？众所周知，皇后是胎大难产而亡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本宫做的？那现在呢？谋反，证据确凿，其罪当诛。那又如何？这儿都是本宫的人。顺者昌，逆者亡。你们若是不归顺本宫，本宫就把你们全杀了。杀了！哦，贵妃就这么有自信，这儿都是你的人？你什么意思？王爷，属下已将所有叛军全部拿下，并且取而代之，还请王爷下令诛杀叛军之首。请王爷诛杀叛军之首。陈峰，竟然是你！这怎么可能？废物！秦玉州这个废物，必胜的局面居然都能被人偷了家，怎么会这样？秦景渊，你耍本宫！秦景渊，你耍本宫！好一招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儿机敏，深得朕心呐！马后炮！输了，全输了！我不想死！不，我还没有输。清朝，所有人胆敢动我家娘娘，我立马杀了他！杀吧，杀了你！本王再以拨乱反正之名杀了你们，届时就可顺理成章登基为帝。这个时候，越是表现得在乎皇帝，越是会被拿捏。反之，秦玉州等人将投鼠忌器，不敢动作，
苏王此举很是明智。可终究还是在怪朕无情啊！也罢，都是朕欠他的。陛下，秦景渊还真是无情无义啊！你居然当时还想立他为储，你还真是主人蒙了心。朕何曾说过要立景渊为储了？什么？你没说过？陛下说没立秦景渊为储，那本宫冒死造反的意义何在？这不可能，是秦景渊亲口告诉我父皇要立他为储的，我们才造反的呀！哦，随口一说而已。本王怎么会想到，真的有傻子相信？秦景渊，你是故意算计本宫，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。是本王让造，是本王让逼宫的吗？秦景渊，你假传圣旨，假传皇上口谕，你罪行正诛你！证据呢？假圣旨何在？本王不过是跟六弟开了个玩笑，这怎么能说是假传圣上口谕？你们母子二人蠢笨到如此地步，连这么简单的圈套都看不出来，还妄想让朕把江山交给你们，真是可笑！闭嘴！不是蠢货，他秦景渊才是废物！苏王若是废物，那天底下便没有聪明人。前世若不是秦景渊没有争宠的欲望，躲去边关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。原来在他眼中，本王竟如此厉害。没错，景渊聪慧，强你们100倍。秦景渊再聪明又有什么用？他双腿残疾，根本当不上皇帝，全天下的人都不会承认的。谁说本王站不起来了？什么？秦景渊他居然不是残废！景渊，你没有残废，太好了！朕一直以为是朕没有保护好你，才让你残疾。见你安然无恙，朕九泉之下，终于有脸见你母亲了。秦景渊，你一直都是装的。苏王不是残废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我真的选错了，我应该选秦宇宙那个废物，我应该嫁给秦景渊才对。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秦景渊居然不是废物，我连唯一的优点都没了。你们是不是很害怕朕立景渊为储？纵爱卿听令，即日起，朕退位，传位于秦景渊。即便朕身首异处，你们也需誓死效忠新帝，不得有二心。是。父皇，我和他都是你的儿子，你竟如此偏心！既然父皇如此无情，那就别怪我无义了，你就陪着我一起上路吧！拿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说，是不是害了本王的母后？是又怎样？是我每日给他送无数大补之物，又买通了太医院院手，让他每次都督促那个贱人服用，最后导致他难产，胎大难产。可是那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照样活了那么多年。听到了吧？是他杀了母后。秦景渊，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皇后她还是死了，是一尸两命。你现在父皇已经传位给朕了，杀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朕自当诛你九族。你敢！母妃，母妃！苏王，陛下，我告诉你，本来我才是苏王妃的，我才应该是你的妻子。贱人，你敢背叛我！这是看秦玉州落败，开始另寻出路了。是穆昭华，是他逼我和他换亲的，不然我怎么可能和恒王那个废物结婚？哦，恒王妃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先前那是恒王逼我的。你胡说！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陛下，只要您愿意，妾身可以不要名分，留在您身边伺候。只要能活下来，靠近秦景渊，早晚有一日，我能得到他的心，入主正宫，将穆昭华那个贱人踩在脚下。毕竟我们前世是夫妻啊。前世穆隐玉也是如此勾引秦玉州的吧？也不知秦景渊是否和秦玉州是一路祸喜。反正我已经有了身孕了，若是秦景渊也是秦玉州那种货色，我就把他也杀了，扶我的孩子登基。放肆！朕可不是秦玉州那个蠢货，什么垃圾都来者不拒。他居然骂我是垃圾！贱人，穆昭华那个贱人，是不是你在苏王面前诋毁我？杀了你！别怕，朕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陛下，怎么？朕舍命相救，还换不来昭华的一声夫君吗？我一心复仇，只将秦景渊视为盟友，甚至还想过杀他，却没有想到他能为我空手接白刃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对穆昭华百般维护，前世你却弃我于内宅？凭什么秦景渊啊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夫君小心！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朕听不懂。朕心之所向，只有昭华一人，更是愿意为他空置后宫，一生一世，一双人。为什么？前世他明明不爱我，还躲到边关去，我才以为他是个废物的。因为你眼高于顶，你太过于依赖男人了，总想坐享其成。前世你日日贬低素王，辱骂他，他们站起来杀你，
已经是对你仁至义尽了。难道你就没有依靠素王吗？不，是利用。男人不能依赖，只能利用。前世秦玉州这把刀我没用好，这一世我换了一把刀，我一定会吸取教训，永远驾驭它。疼不疼？只要多叫我一声夫君，说不定就好了。少贫嘴，先处理正事。景渊，如今你是皇帝，造反一事就交由你处理吧。我累了。传朕旨意，恒王意图谋反，罪大恶极，相关人员全部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贵妃母族满门抄斩，一个不留。是。陛下，母后，儿子终于为您报仇了。你敢杀我！陛下有旨，逆贼皆要处死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如此恨我？报仇，一命抵一命。秦玉州，我们两清了。轮到你了。昭华，救爹呀！放肆！本宫现在乃中宫皇后。皇后娘娘，我是你爹，亲爹呀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父亲，本宫记性不好，当初你们是如何对待本宫的母亲来着？用光了她的钱财，放任她在后院无药医治，活生生病死，对吧？都是爹不好，爹对不起你，求你看在你娘的份上，救救爹吧！陛下知道，父亲是被王氏陷害，所以判了贵妃一门，诛杀九族，恒王死刑。至于还是都是死刑。我还会重生的，到时候不会放过你。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你何曾放过我？你可以尽情重生，无论你重生多少次，接下来的每一世，你都会杀了我。父亲可有意见？没有，皇后娘娘，罪臣没有意见。本宫告诉陛下，父亲虽然有罪，但是罪不至死。罪臣叩谢陛下和皇后娘娘的不杀之恩。所以，陛下判了父亲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怎么样？本宫替父亲免除了死罪，父亲是不是要好好感谢本宫？老夫这身体，怕是1000里都撑不住。你是逆女，故意折磨我呀！是啊，本宫就是故意折磨你。本宫无时无刻都想让你体会一下我母亲当年所受之苦，这是你欠的。
这天底下最不缺的就是负心人。父亲，好自为之。陛下，你都看见了。陛下，你都看到了，她如此狠毒，怎配当皇后？朕听太医说你有了身孕，所以迫不及待来见你。日后再有这种事情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朕。他在怪我先斩后奏，还是觉得我手段残忍？罢了，他如何看我并不重要，只要我有皇嗣傍身，他敢动我，我定会送他上黄泉。朕把他们绑到你面前来让你杀，免得你辛苦走一圈，累坏了怎么办？他不怪我，还心疼我。朝华，别怕，日后一切有我，我一定保你和孩子一世安稳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考清明，效法尧舜，禅位于朕。朕谨遵此命，启告天地，即皇帝位改元昭前。你在天有灵，看到了吗？女儿成为皇后，无论是你的仇，还是前世我的仇，我都报了。以后我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。朝华，虽然这天下到处都是负心人，但我秦景渊不是。皇天为证，后土为鉴，秦景渊永不辜负朝华，如有违背，断指而死。我信你。也希望你真的能做到。